姜姒不仅是一位聪慧坚韧的女子，更是一位拥有神秘力量的圣女。她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福清公主的命运，也揭开了宫廷中隐藏的阴谋。今天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姜姒如何运用她的圣女血统和蛊术，成功治愈福清公主的眼睛，并揭示背后的真相。福清公主作为嫡皇后的独女，自小因意外失去光明，这一不幸的遭遇使得景明帝对她格外疼惜，宠爱备至。然而，福清公主的命运并未因此好转。在上一世，福清公主因失明意外坠亡，姜姒未能与她有过交集，这一悲剧成为了姜姒心中的遗憾，也让她在这一世决心改变福清公主的命运。当姜姒以太子妃的身份进宫向帝后请安时，恰逢福清公主也在。看到这位眼盲的公主，姜姒不禁忆起上一世的悲剧。凭借圣女血统的感应，姜姒察觉到福清公主的失明并非意外，而是遭人下蛊所致。这一发现让她决定挺身而出，尝试治愈福清公主的眼睛。当姜姒提出能治愈公主眼睛时，帝后起初以为她只是信口胡言，正欲怪罪。然而，福清公主对姜姒这位嫂嫂有着莫名的好感，心想自己本来就失明，即便治不好，也不会比现状更糟糕。于是，她恳请父母让姜姒试一试。景明帝犹豫再三，勉强应允。得到许可后，姜姒与福清公主来到单独的屋子。姜姒全神贯注，施展蛊术，凭借精湛的技艺，成功将作恶的蛊虫逼了出来。随着蛊虫离体，福清公主的眼前逐渐有了光亮，但因为常年失明，事物仍然模糊不清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变化已经让帝后欣喜若狂，嫡皇后对姜姒感激不已，对这位儿媳妇的态度也瞬间大为改观。然而，成功治愈福清公主的眼睛只是开始。姜姒深知这场阴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，谁下的蛊，意欲何为？这些问题成为了姜姒接下来需要揭开的谜团。她意识到，宫廷中的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远比她想象的复杂。姜姒通过驱蛊之术成功治愈福清公主的眼睛，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，也揭开了宫廷中的阴谋。虽然姜姒治愈了福清公主的眼睛，但真正救赎福清公主内心的是耿直的真恒。一个是出身高贵的盲眼公主，成长于勾心斗角的后宫，却单纯善良；一个是非黑即白的耿直纯臣，身处波谲云诡的官场，却出淤泥而不染。原来对于即便圣上亲临，也不会给通融徇私的通判大人真恒来说，天真纯良的福清公主竟是他命中注定的良配。对于弱者来说，怜悯不一定是救赎，但尊重一定是最好的相处方式。真恒与福清公主的初次相遇，他没有因为她患有眼疾而小心翼翼，得知对方身份，正是彼此相识后，真恒也没有因为她嫡出公主的身份故意攀附。福清公主想玩主鸟，旁人不让她玩，是怕她受伤，连累自己受罚。真恒却会向她承诺，下次入宫时带更适合她的有声纸鸢送她。惜君生羽翼，一画北冥鱼。出现在真恒面前的福清，无需因为看不见便放弃纸鸢，选择退而求其次的主鸟，她也可以拥有一个最适合她的纸鸢。福清公主是景明帝膝下唯一的嫡出公主，真恒是景明帝身边唯一撅起来令自己头疼的臣子。可由始至终，似乎从未有人会脑洞大开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作为皇后所出的唯一公主，福清是后宫之中最得景明帝欢心的孩子。崔明月作为荣阳长公主之女，仅仅是郡主之身，便嚣张跋扈到那般模样。而福清公主身为帝后嫡出，身份如此高贵，却只能被困于在深宫。只因福清公主命途多舛，被南巫算计，遭嫔妃谋害而不知，只以为自己意外患疾，深陷黑暗那么多年。自幼时起，便再也看不清楚这个世界。福清公主固然难过，却从未表露出来。生性善良的她清楚自己有多苦，父皇于母后只会更苦。福清公主之母虽是景明帝的继后，却是大族出身，并且嫡皇后是带着祥瑞降生的。出生那日，嫡府上空惊现百鸟朝凤之景，十分难得。同一日，嫡皇后的父亲偶然得到了一块百年难遇的玉石，嫡皇后的母亲便命人将玉石打造成了一对高贵大气的玉镯，取名为凌霄镯，送了给女儿。后来嫡皇后长大，一直带着那对手镯，从不离身。嫡皇后少时，大周已有皇后，所以嫡皇后的父亲即便见到了女儿出生时的异象，也只是猜测女儿会嫁入皇室，却没想到嫡皇后到了婚嫁之年，景明帝的元后竟然薨逝了。因此景明帝娶继后之时，便定了嫡家之女。嫡皇后身负祥瑞，又入主中宫，
自此之后，他的那对凌霄镯便被传出是只传给皇后的宝物。虽为皇后，但早逝的元后嫡子已经被立为太子，所以嫡皇后有女外氏族，生下女儿福清后，便只想好好的陪着女儿长大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福清公主4岁那年，没有任何预兆的生了一场大病，自此双眼便再也看不清楚东西了。嫡皇后没有娴妃那样的野心，脾气温和，秉性纯良，唯一的软肋便是她那可怜的女儿，所以嫡皇后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照顾福清公主身上。福清公主虽然锦衣玉食的长大，却始终不得自由，眼睛看不清楚的东西只能被困在宫墙之中。多年来，这硕大的皇宫都被她走得无比熟悉，摸索着墙壁便知道脚下的路。有一次，都城司通判甄衡入宫面圣，出宫时天降大雨，他被迫躲在屋檐下避雨，谁知那屋檐下竟还有一个女子。天黑雨密，甄衡甚至看不清楚对方的脸。众所周知，这位通判大人向来严肃话少，可面对那女子的询问，竟也滔滔不绝了起来。福清公主问他宫外热不热闹，他回答他，当然比宫里热闹多了。在甄衡的描述中，福清公主第一次那么清晰和直观地去了解宫外的世界。原来西市会有花灯节，那有各种各样的花灯，既新奇又有趣，天上还会绽放烟花，绚丽多姿，特别好看。甄衡很疑惑，竟然还有人没有去过花灯节，便告诉他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。可回答他的却是一阵沉默。甄衡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面对穷凶极恶的贼人，都毫不畏惧的他，却也会因一个女子而手足无措。福清公主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感知比旁人要灵敏得多，她伸手感知雨水的大小，去判断这场雨什么时候会停。当福清公主提出要带甄衡出宫，而甄衡意识到这女子可能看不见的时候，也会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是否方便。福清公主摸着城墙寻路，甄衡便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。她的尊重便是想扶她，却又伸回来的手。两人没走多久，福清公主的宫人便寻了过来，甄衡这才意识到这女子竟是传闻中身患眼疾的嫡公主。意识到刚刚那些话可能有些失礼，甄衡立刻请罪。可甄衡不知道的是，她的那些话对于福清公主来说有多难得。福清公主的眼睛看不见，所以从来没有人会对她描述那些美好，他们都怕她不开心，不敢说那些好看的好玩的东西，却不知她有多么寂寞。那天晚上，甄衡看着福清公主在宫人的簇拥下离开，盯着她的背影，却出了神。甄衡是景明帝身边的红人，却也是旁人根本无法拉拢的耿直纯臣。他是名门之后，不仅姿容出尘，且周身清贵之气，天资卓若，还勤奋好学。甄衡第一次参加科举，便连中3元，被景明帝称为大周祥瑞。身为天子近臣，景明帝身边公认的红人，甄衡年纪轻轻便稳坐都城司通判的位置。他为人最是刚正不阿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皇亲国戚，在他这里都没有特权可用，后门可走。甄衡这副耿直的脾气，执拗起来，就连景明帝都敢训，是少有的，令景明帝都头疼又舍不得处置的臣子。七皇子玉瑾自幼被送往边疆，化名于妻，征战沙场。为查南巫阴谋，于妻回到临安，因出手救下江战的大将军崔旭的赏识，进了都城司，做了司尉，与甄衡成了同僚。甄衡和于妻很投脾气，眼光也很相似，都对东平伯之女姜姒欣赏有加。只是甄衡的世界非黑即白，界限分明，姜姒虽不畏强权，坚韧勇敢，却也会为达目的略施手段，所以甄衡的欣赏注定成不了爱情。但和于妻相处久了，甄衡也变得不似从前那般严肃了。比如于妻的身份曝光，被景明帝封为燕王之后，甄衡空手去祝贺，上演了一场皇帝的新意式送礼，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，既出了于妻隐瞒欺骗自己的气，又不失体面地奉上厚礼。甄衡和福清公主再次相见，也是在甄衡出宫的路上。那天他在地上捡到了一只竹鸟，没过多久便见福清公主带人匆匆而来。福清公主身边的人请求公主不要玩如此危险的竹鸟，生怕她磕了碰了，帝后会怪罪。但福清公主很无奈，她想玩的是纸鸢，奈何眼睛看不见，也玩不了。甄衡便告诉福清公主，自己知道一种可以说话的纸鸢，下次入宫可以带给公主，这样即便眼睛看不见，也可以玩了。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人，相遇便是心动，
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只是他们或许都没有想到，福清公主还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。纵然有荣阳长公主和崔明月努力的棒打鸳鸯，玉锦还是娶到了心心念念的姜嗣，令她不仅成为了燕王妃，还是燕王府中唯一的女主人。玉锦和姜嗣成婚后，姜嗣入宫拜见景明帝和嫡皇后，福清公主得知皇嫂是美人，好奇之下也来了。姜嗣一眼便看出福清公主的眼疾有异，一出手便治好了福清公主的眼睛。之后，姜嗣和玉锦不仅揪出了陷害福清公主的陈美人，还顺手将藏匿于宫中10多年的南屋细作找了出来。姜嗣刚嫁进来，便改变了福清公主的命运。嫡皇后既高兴又感激，直接将自己的凌霄镯送给了姜嗣。嫡皇后不是七皇子的生母，却真的把姜嗣当成了自己的儿媳妇。福清公主得见天日，终于见到了真衡，也见到了真衡口的稀世。花灯有趣，烟花美丽，原来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竟是这样美好。作为大周最尊贵的嫡公主，福清公主眼疾未愈时，从不自怨自艾，眼疾痊愈后，依然温柔至极。在爱里长大的小公主，入目所及之处皆是美好，所以她最是纯洁善良。真衡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福清公主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如莲花一般的纯纯与公主，这世界怕是再也没有如他们一样般配的人了。因此，景明帝下旨赐婚，将福清公主嫁给了真衡，两人两情相悦，相濡以沫，琴瑟和鸣，恩爱一生。